黎阳的嫌疑还是最大，但不能就此下结论。我全面地搜集了他的所有的资料，在雪字第一次出现机器杀人案的那几天，黎阳是在国外的，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据。关于家庭背景方面，我也查了一下，虽然富有，但是不代表他幸福。他的父亲在国外有几个固定的情人，他在高中的时候就被送去寄宿学校了。我认为不是他。为什么？我的女神探。尹子琪说的有道理，如果令一阳就是那个他，那他在吻他的时候，他就会发现了。多么奇异的结论！从一个吻就能分辨出不同人吗？除非李一阳有很严重的口气，否则只要改变接吻的方式，我想尹子琪就会难以分辨。可我还是觉得， OK， 我们证明一下。没事，那个你忙你们的，可以当我不在。这又是你从哪本书上学的？不需要，我只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恶徒就行了。可是你还是错了。你每次接吻到最后都会习惯性的从下往上勾一下我的舌头，刚才你也下意识的做了这个动作。OK， 你说服了我。尹子琪和李一阳相恋多年，他们彼此熟悉，可能更胜于你我，但这不能有力的证明李一阳就不是那个他呀。这么说不自相矛盾了吗？你忘了还有一种可能，他有双重人格。抛开厉一阳，我们先把他当成一个身份未明的罪犯来分析。首先，尹自琪在被他吻的时候，把他当成了薄敬言，说明这个人的身材、年龄和薄敬言相似。从性格上来看，他极端自负，即使这起纵火案是他策划的，他也没有表露出明显的标记行为和他个人的变态情感宣泄。他唯一的情感流露，就是将这一切视为一场游戏，和你的游戏。可是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并没有进攻于你，难道他的目的是要战胜你？因为他是鲜花食人魔1号的同党，或者是追随者。不，我已经确认他和托米的关系了。他是托米的精神导师。那这么说，托米是听从于他？他极端自负，他不可能与人平起平坐，而他的心理控制术也远远超过了托米的三脚猫功夫，所以他的地位只可能超过托米。最可能的就是他是类似于精神导师的角色，他并不直接犯案，但托米臣服于他，他影响着托米的犯罪，他才是鲜花食人魔1号，而托米只能屈居2号。现在看来找我的目的也很清楚了，他征服的欲望已经大过于复仇了，因为我亲手将他的弟子送进了监狱。
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既然已经清楚他的动机了，就可以采取主动措施。我会尽快回美国一趟，跟 Tommy 谈谈。也许 Tommy 才是所有的根结所在。喂，你好，吴队长。好的，我马上告诉薄教授。是不是追踪到离开现场的可疑车辆？有3个收费站查到那辆越野车的踪迹，他最后上了海越高速。海越高速，看来我们的方向没错。5月青蓝果然是要回香港。对他来说，香港绝不可能只是一个落脚地。我相信，那里会是他下一个屠宰场。子越，你去香港，找国际刑警去调查李一阳的别墅。金阳，准备好你的护照，我们将要去见一见老朋友了。Hey. You look different now. There's a woman's smell on you. I want to meet her. I will tell you who you're looking for if you let me meet her. Okay, Simon. Just kidding. You still don't have a sense of humor. Tommy's nervous. Simon's taking advantage. He'll get him to talk. 不要挑战我的耐心。不要忘了，你从未征服我。Such a sloppy job. 的确。你见过这种编码方式吗？ He loves number games. He has a lot of them. I can't remember if I've seen this one before. 答案是一组数字，而这些分别是这组数字的平方和、平方差、差的平方、和的平方，而这组数字相对应的英文字母，简单的出来翻译结果就是 Hi Simon。 What a perfect and simple way of encoding things. 为什么要围绕平方编码？有什么特殊意义？ He always likes the idea of squares because it represents him and me. Simon,
That's her way of saying hi to you.